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2月8号，星期六啊。我们今天新闻茶座讲一个从李文亮医生的这个事件啊来看中国的这个舆论控制术啊。其实讲中国舆论控制术其实是不准确的啊，其实是应该是讲中共的舆论控制术啊。那我还是用中国，为什么？因为在语义上理解啊，恐怕会有人不理解啊，所以我还是用中国啊。舆论啊，新闻是我的专业啊。那么对于舆论这件事情，我也很认真的在看待这件事情。我本身也在从事这个工作啊，舆论的工作。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讲座？就是这2天老是有人跑来问我这个陈秋实的事情啊，陈秋实的事情，其实我不愿意碰这件事啊，但是这个五毛呢就不断的来骚扰，呢，那我们就讲一讲吧，讲讲这个中共的这个舆论控制术啊，他们叫舆情管理啊，舆情管理是一个相对学术的表述啊，但是其实本质就是舆论控制啊。那么我今天呢就从4个方面来讲这个话题啊，讲这个话题。第一，中共为什么特别重视舆论啊？这是为什么特别要在舆论上下这么多功夫？这是第一。第二，从李文亮医生的这个事件，我们来分析，就是以他这个例子来看中共到底这个舆论控制是个怎么个做法啊？这第二。第三，从武汉肺炎疫情开始，这个肺炎疫情开始，中共的这个舆论控制是怎么操作的啊？他们的方向是怎么操作？这次有什么特点啊？分析。第三。第四，中共的宣传机器到底是怎样啊？我们当然我们只是一个1个小时的节目啊，我不会讲的太详细啊，我只是提纲挈领的讲一讲。以后我们可以再展开来讲啊。那么我今天特别提醒啊，今天特别提醒管理员，今天只要5毛刷屏，坚决踢走啊！我不想他们干扰我们啊，今天他们肯定会疯狂的进攻啊，请管理员掐严一点，请我们参与的朋友呢，尽量的谨慎一点啊，就是我们在提问呐或者什么的时候尽量谨慎一点，不要让管理员误会啊，我们可能会有一点误会，有的时候刷屏刷急了，管理员手快也会误中副车啊，请大家理解。好，我先开始讲中共为什么特别重视舆论啊？先从历史上讲，历史中共靠两样东西打天下，第一枪杆子，二笔杆子啊。枪杆子是什么？枪杆子当然是武装力量啊，叫暴力啊，暴力退。中共是个列宁的党，列宁的党就是要暴力啊，暴力夺取政权。这是第一个，就是武装啊，是第一个枪杆子。第二个是笔杆子，笔杆子是什么？笔杆子就是舆论啊。中共最重视舆论，办报纸办的最多就是报纸啊，利用国民党的这种国民政府，其实不能叫国民党，其实是国民政府的一些空隙啊，去办报纸造舆论啊。那么为什么要去造舆论？因为舆论会影响民心啊，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共最终赢的是什么？当然是首先是从战场上打赢了国民党啊，但是真正的获得天下的还是靠他的舆论战打的国民党丢盔卸甲。基本上中共是在2个战场，一个是军事战场，一个是在舆论战场，全面的赢了国民党。所以国民党最终败退台湾，其实是他从2个战场上退却啊，这就从历史上来说。
所以中共很清楚，舆论对一个政权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啊，多么的重要。所以，中共从战争时期到和平时期，他都很清楚，控制舆论这件事情，就是保卫政权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庄脚啊，非常重要的庄脚。没了这只脚，他的政权一天都存在不了啊，一天都存在不了。就是没有舆论控制这件事情，中共政权一天都存在不了，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从现实上来说，另外一方面从现实上来说啊，那么中共毫无疑问是史上在舆论这件事情上投入最多、精力投入最多、资源投入最多、获益最多的政党。他有两个前辈，哪两个前辈？一个前辈就是纳粹，另外一个前辈是苏共啊。但是呢，和他两个前辈相比啊，中共的这个宣传术啊，那是后浪推前浪啊。那么其实苏共的这个舆论控制术很僵硬，而且手法很差啊。那么他早就被超越了啊。中共无论在理论、资源、手法都超过了他们的老师啊。所以从历史、从现实来说啊，那么中共都非常非常重视舆论控制，舆论控制是中共的生命线。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共是以保卫政权的态度和思路来控制舆论。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他控制舆论只是想让大家说你的好，说他的好，不是的。中共对待舆论的态度是他对待他政权的态度，就是用保卫政权的态度来控制舆论。所以这件事情是他的命根子，所以他为什么会重视，是这个原因。这是第一啊。第二，我们来看这个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啊。事发这件事情就是舆论控制。为什么？舆论控制是什么？舆论控制的第一条是什么？舆论控制的第一条就是不能随便说话。所以有共产党的地方就不存在言论自由，大家记住这一条。只要有共产党，就不存在言论自由。出现了言论自由，共产党就要垮台。记住，这两件事情是悖论，就是中共总结苏联解体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信息公开。信息公开是苏联解体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信息公开化，就是戈尔巴乔夫推动的这种公开化啊。这公开化导致什么？信息流通，信息流通，中共的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崩溃了。所以舆论控制第一条是什么？就是不能让你讲话，只能我讲，你不能讲。你要讲，告诉我，由我来讲，这就是所有的规矩。规矩就是这个。那么李文亮医生他们8个人把信息发到群里面去，然后警察去训诫他们，这就是舆论控制。那么以前呢？以前的舆论控制通常是什么呢？以前舆论控制，因为舆论只是来自于媒体。以前的做法是什么？以前的做法把所有的民间的媒体全部关掉，报纸杂志全部关掉，全部变成我的官媒。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就是扫除不是我自己的媒体啊，我控制媒体，那么我想说什么，媒体就说什么，这就是第一个大前提。但是呢，互联网一出来，跑出个什么东西来？跑出来一个社交媒体，或者叫社交平台。社交平台什么？微博，原来的博客啊，后来到了微博啊，
后来有个微信啊等等很多啊，其实各种社交媒体现在很多。那么社交媒体的出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原来官媒控制的舆论一下子开了一个大口子，大家都不去看了，全部都跑到社交媒体上面了。那管得过来吗？管不过来。原来很好管，原来中宣部长很好管，把几个总编辑管住了就行，对吧？把所有的总编辑管住了，总编辑说什么，我不高兴我就撤着总编辑，所以所有人都害怕，那就行了，控制住。我要让他们说什么出个文件，他就跟着一起说就好了。但是现在不同，现在千万张嘴在外头在讲这个话，那怎么办？中宣部哪管得过来？管不过来，那怎么办？用警察。所以这些年，警察就变成了控制舆论的一个工具和手段。这就是这8个医生被警察训诫的原因。那么除了用警察以外，还直接抓判刑，判什么刑？或者是判刑，又或者是拘留，用这种方法来对付老百姓。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这种方法有震慑力。这跟以前的对付总编辑不同，对付总编辑你不听我话，撤你职，这就够了。但是对付老百姓要震慑，就是要让大家看到，打给大家看，不仅仅要抓，而且要判，而且要公示的报道给大家看。哎，你看这8个人，你看中央电视台，我看了一下，中央电视台9次报道这8个医生的事情，什么意思？就是拉出来示众，打给大家看，就要震慑大家。你们小心一点，不准乱说话，不准说我不让你说的话，就是这个。这是事发，先说事发。第二，到了后来，这个疫情越来越严重了，这8君子事件一下子爆出来了。其实当时是个非常大的事情，这在中间爆起来的过程当中呢，这后台就舆情控制后台就发挥作用了。舆情控制后台，我手上有一些文件啊，有些这些，其实呢，中共现在舆情控制呢，它已经不是原始时代了，它有一些供应商帮他去做分析的了，数据分析、大数据分析，他们就用这些大数据分析来制定对策，很有效。那么这一次呢，大数据分析，通过大数据分析来有针对性的消热消毒，所以这次8君子事情爆出来，并没有形成太大的反响，原因是后面的舆情控制平台做很多工作啊，做了很多工作，所以呢，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最终的结果，全世界都知道8君子事件。但是并没有出现热议啊，并没有出现热议。那么这是一个过程。第三，到了李文亮医生去世这件事情，这就是个非常典型的舆情控制，就是9点半，李文亮医生去世，然后9点不到10点钟，消息传出来，舆情爆炸。舆情爆炸一出来，马上上面通知医院继续抢救，不能说他死了。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这个动作非常重要。为什么？对舆情控制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他给谁呢？他给所有的五毛和这些大 V 们有一个口实，就是你去看谁，你去看那个胡锡进，胡锡进就发一个帖子出来说，还在抢救，还没死。他为什么要发这样的？我们的聊天室里面也出了很多五毛在那讲没有死，在抢救。这个信息把公众的情绪一下子给拦住了。本来情绪是往上跑，中间来一刀，让你冷下来，拖到什么时候？一直拖到晚上2点半，2点58才正式宣布死了。这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在10点钟、10点半左右到2点半的过程中，这件事情变成是不确定的事情。
大家情绪宣泄的过程呢，就变成有顾虑。他一有顾虑呢，他情绪就他就会往回收。这就是舆情。舆情其实最重要的是控制公众情绪，他这个动作的目的就是控制公众情绪。中间拦腰来一下，堵住他，这就是这个效果。所以呢，昨天我们的管理员毫不客气把所有的五毛全部踢掉，这个动作非常对啊，非常对啊。这就是舆情控制的一部分啊，这是第二个。然后同时，平台那边就开始做很多动作，撤掉什么？撤掉热搜啊，把李文亮医生从热搜撤下来，然后控制朋友圈，控制群啊，控制朋友圈，控制群，甚至微信把那个蜡烛的给那个图表情都给撤掉，就是防止，就是把这个公众的情绪，然后摁住。其实摁住，昨天晚上所有的动作都是摁住，今天来一个动作，什么动作？调查组。调查组就是我们讲的舆情控制的第5步啊。国家监察委派调查组去武汉，这个调查组是什么？是放出来，让这个昨天的情绪压住了，今天用调查组把这个情绪再释放出来，这全部都是安排好的啊，其实就是公众情绪控制，通过舆论控制，最终控制公众情绪。哎，大家情绪一舒畅了，哎，这下终于有人来收拾他们了，哎，大家心里舒服。其实呢，国家监察委这个调查组只是为了安抚公众情绪，只是为了它只有这个功能。因为什么？你想一下，国家监察委这个组织本身就是中纪委翻牌子的事情，就是这一头党内叫中纪委，他们合署办公，中纪委就是合署办公啊。那么实际上呢，一直以来呢，都是中纪委在查干部，调查事情呢，什么时候轮到这个监察委搞调查啊？本来就是中纪委的事情，因为中纪委都是党国不分嘛，那肯定中纪委更方便，他们自己内部有调查的系统，他根本不需要向公众交代，他只是管自己的干部而已，跟你们没有1毛钱的关系。他现在高调的派一个监察委出来，你们查一下，监察委派过几个调查组？为什么没事突然跑出一个调查组来？就是舆情管理啊，这就是彻头彻尾的舆情管理。那么，所以你从头到尾，从这件事情的开头一直到李文亮医生去世，到去世的余波，整个从头到尾都是控制的，严严实实。为什么？为什么中共要这么控制，这么重视的舆论？因为舆论就是他的命根子，你舆论他一天不控制舆论，他就要垮台，就是这个原因。好，我们就讲这次武汉肺炎疫情的舆论控制啊。武汉肺炎舆情控制其实有一定的难度啊，难度在哪里？难度有3个啊。第一个，现场要清场啊。为什么要清场？因为如果不清场，不好控制。因为本身这是有危险性，疫区啊，它发生在疫区。如果你放记者进去，那么记者染病怎么办？责任很大，这第一个。第二个，既然是疫区，本身是有风险，我也不好管它。难道我亲自跑到疫区去管吗？也不好管。说了，干脆清场。好，这清场第一个。现状就是清场，没有媒体在里头啊，没有媒体在里头，这第一个。第二个，没有相信官媒，就是，但是你之前讲的那些话，没有人相信，没有相信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大家都在骂。第3个特点，就海外自媒体
骂得一塌糊涂，包括我本人啊，就是对于中共舆情管理部门，当然主要是中宣部，这件事情的麻烦点在哪里？麻烦点就在这个地方。第一，清场；第二，关门没人信；第三，海外媒体骂得一塌糊涂，然后国内的自媒体也在自说自话，有议论很多。那怎么办呢？那也得说呀，那就要引导啊，你不能光堵住别人嘴啊，你还得说一些他们想听的话。我们之前啊，我又得解释一下啊，之前我的节目大概是最早讨论这个武汉疫情的平台上的节目啊。那么我其中有一段视频，有个网友啊很好心啊，把我节目当中有一段视频，我那段视频在读一个网上视频的内容啊，我把我那段内容截下来，大概是4分钟。他是想说服他妈小心一点，结果发给他妈，他妈看了以后吓得够呛，哇，这么严重，直接发到群里面去，结果怎么样？结果疯传。什么叫疯传？就是疯传到什么地步？我所有的认识我的人都告诉我看见我了，就疯传到这个地步。说明什么？说明国内对武汉疫情的信息渴求的程度到了什么地步？到了这个地步。于是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出现了一个陈秋实，陈秋实就出场了。陈秋实出场的任务是什么？之前我在推特上不说，出于什么呢？我以前经常讲，我不大愿意聊什么，聊同行，但是陈秋实不是我的同行，我也不大愿意说，我只是说，我不知道他干嘛的啊，我不知道他干嘛，他肯定有我不知道的使命，但是我今天我就可以讲，因为实在他的五毛骚扰的我太厉害了，我得讲一讲啊。陈秋实出现在武汉只有一个使命，舆论引导。为什么？我之前不讲，原因是我还没有看他做的节目。我看做完的节目，我就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他的使命就是舆论引导，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任务。他之前在香港反送中的时候，去香港出了把名。其实他去香港的任务也是同样的任务，只是那次呢下不了手，他不熟悉那个情况啊，本地情况不熟悉，所以那次表现的不突出，就是玩了一趟，秀了一把，然后没怎么太那什么，秀的太猛，估计他对地方不熟就撤了啊。那么这一次呢，武汉自己的地方，对不对？就去了，他的任务就是引导舆论。你们可以看3件事情，可以从3件事情可以看出来。第一个，我在推特上讲得很清楚，陈秋实如果没有中宣部的一纸文书，他在武汉的地界上，他不可能待得超过1个小时，警察就把他扔出去。这是第一个可以看到的。第二个，你们看一下，你们现在回过头去看一下，陈秋实在武汉说的那些事情到底是什么？啊，那是不是新闻联播啊？如果是新闻联播的话，那他的任务就是引导舆论，就是舆论导向，就是带着你看。你既然不看官媒是吧？啊，你又想知道是吧？好，我找个人来跟你讲，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陈秋实，他就以这样的形象来讲，他上来讲一些很猛的话，都是为了让大家接受他。你想一下，一个律师跑到来做自媒体，什么情况？而且跑到武汉去，什么情况？你当大家都傻吗？这是第二，大家可以看的点。第三，他突然消失了，然后大家都在找他，包括他妈妈也跑出来说要去救他，又怎么样？这个那个的啊。那我告诉你，如果真的警察把他抓了，警察会怎么做？
警察第一件事情打一个电话给他妈，告诉他，你儿子我们现在拘留了哈，他干了一些我们认为有问题的事情。我跟你讲，我现在通知你，他在我手里，你不要乱说乱动，不准出去说。就这一个电话，他妈就不会多说一句话。他妈敢跑出来讲这个讲那个，怎么可能？而且陈秋实如果给警察抓住了，没有人知道。他往某个地方一关，谁知道？你想一下，警察抓过很多人，大家听到他的任何一个声音吗？听不到的。什么朋友亲戚跑出来讲这个讲那个，没这回事。你看看陈秋实是什么情况？陈秋实是被警察抓了吗？那像被警察抓，那是一出戏。什么戏？有舞台上的戏，有不在舞台上的戏，这就是不在舞台上的戏，就这么简单。所以陈秋实就是武汉疫情当中的一个舆论引导的一个新模式。所以我一直讲，中共比他的前辈干得好，就是手法非常灵活。所以为什么中共现在还存在？苏共已经在俄罗斯已经变成一个叫什么很小的政党了，原因就在这里，差别就在这里啊。这就是那么整个的武汉肺炎肺炎的这个过程当中，中共的整个的舆情控制的方向是什么？就是4句话，大家记住这4句话，就能够搞懂所谓的舆情控制是个什么样的方向啊。第一句话，问题不大，听到了？理解吗？第一句话，问题不大，不管是谁，他们总是要导向一个这样的结果。第一句话叫问题不大，第二句话情况不严重啊，情况不严重。第三句话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第三句话，第四句话，总体来说是可以控制的。就这4句话，就这4句话。在整个的舆论，在整个的武汉肺炎疫情的整个过程当中，所有的舆论控制都是导向这4句话的结果啊，永远都是最终的结论。你可以把所有的新闻稿或者是些大 V 的言论，把4句话挑其中一条放到最后接得上就对了。这很容易，你大家记啊。第一，问题不大；第二，情况不严重；第三，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第四，总的来说是可以控制的。你把这4句话记下来，然后你看到，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五毛，或者是不是一个这个暗藏的五毛？你把它讲的，只要讲武汉或者讲国内的情况，你把4句话挑其中一句贴上去，诶，正好能贴得上。这就是个五毛，记住啊。好，我大体上第4，我们讲讲中共的宣传机器啊，中共的宣传机器。第一，宣传机器的功能，宣传机器功能其实讲起来很简单，就是一个功能，洗脑，洗所有人的脑，包括他们自己的脑，到洗到最后，所有人都，当然，我相信他们头是很清楚的啊，没洗啊，因为他掌握足够的资讯啊。这第一个，他们宣传机器只有一个功能，洗脑。洗脑怎么洗？其实洗脑其实又简单又粗暴啊。洗脑是怎么洗的呢？就是2句话。就2句话，我们好，他们不好。洗脑就是2句话，就是洗脑，最终你还是那句话，就是你把这两句话贴到那个文章后面，最后得出结论就是我们好，他们不好，这就是在洗脑，很容易贴上去，你一看哦，能接得上，哎，就是洗脑啊，这第一个。第二，中共这个宣传机器的这个
架构是什么啊？它的架构是什么？架构也非常简单啊，架构非常简单。中共中央下来，政治局啊，中共中央当然是政治局啊，政治局下来就是书记处啊，书记处下来就各个部啊，各个部中共的部门不多啊，其中第一大部宣传部啊，中宣部叫中共中央宣传部啊，简称中宣部，这是上面啊，这是上面，这第一啊，这是架构的这个宣传机制的顶就是中宣部啊，中宣部下面官媒、官方媒体，各种官方媒体啊，有明的有暗的，大部分就是你看到在中国能够打开旗帜、打正招牌做媒体生意啊，做什么媒体生意？就是有采访权。就一个标志是什么？一个标志就是能不能派记者出门采访，不管他以什么名义啊，大家记住很简单，判别是不是官媒。不管他什么，我声称这个声称那个，我有什么股份那个股份，反正都不管，你就管一条，你就很容易分辨。就算是他有什么股份、什么身份出来，他能不能派记者出去采访，这是唯一的标准，就是他能派记者出去采访的机构全是官媒，不会有其他的身份啊。那么你看他，看得过去好像是民间媒体，屁，那是假的啊！就是这个，这第一个啊，就官媒。第二个，墙是这个宣传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哈，大家别以为墙是个坏东西，墙是个好东西。对宣传机器来，对中共的宣传机器来说，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组成部分。墙啊，把墙拦住啊，就是互联网的墙，或者是海关的墙，所有的媒体信息就是要维持。我之前的节目讲过，这洗脑术讲过，要洗脑，墙必不可少，必须维持一个封闭的环境啊，这是第二个组成部分。第三个，国内的自媒体大 V。啊，国内的自媒体的大 V 啊，那么有的是官方身份，有的是民间身份。所谓民间身份，就是什么？以前就是叫什么？叫这个公知啊，叫公知啊，公知。后来那个谁，后来中宣部发现很多民间公知啊。有些是官方公知，发现官方公知都没有民间公知更好打不过他们，算了，把公知全灭了嘛，直接把所有的公知全灭掉，就是所以微博的大 V 全死光啊，全死光，基本上那些大 V， 所以现在你看到的大 V， 全部都是以民间身份、官方允许的自媒体大 V 啊，这是第三，第四。海外自媒体大 V， 那这个成分就非常复杂。那么有假官方的，有假民间的，有半真半假的，反正总之反正以各种面貌出现。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特点，什么共同特点？就是关键的时候，他得出来跟中宣部的调子讲话。一再重大事件，平时骂中共使劲骂，随便骂啊，这翻着跟头骂都行。但是一到关键时候，你看一下，一到关键时候，你比如说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啊，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事情上，你一看就知道，这是重大利益。一到了重大利益，谁在帮他说话，那你就可以看出来。你比如说一到李文亮事件，一到李文亮这个事情啊，李文亮医生这个事情上，你看谁在说话，谁在中间撤火，谁在搓火，谁在撤火，这一看你就可以看出来啊。所以这是第四啊，第四就是海外的这个媒体大 V， 海外媒体大 V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啊，千万不要小看。等一下我可以专门讲这一块啊。第五自然是五毛，五毛很重要。五毛就像什么？
五毛就像工兵啊，你前面有以皇以后，你再厉害，你实现要得工兵实现啊，所以五毛是这个洗脑机器的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六，海外民间媒体啊，海外民间媒体怎么会变成这个宣传机器的一部分呢？他们已经被收买掉了啊，他们已经被收买掉了。当他被收买掉之后，他们就用民间的身份来帮中国说话，帮中共办事啊，那么大家更可信啊，他讲的话就更可信啊。那么这是第二架构。第三，运作模式。运作模式是这样啊，国内就很简单，国内因为环境很单纯，然后又有平台啊，它又控制平台，比如说微信、微博、抖音啊这几个，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头条啊等等这些平台，这个平台都在中共手里，管理后台的平台全部听命于中宣部啊，中宣部有个网信办，专门管这些平台，你不听话我就收拾你，基本上是这样啊。这国内就相对简单，就你可以通过什么呢？通过李文亮医生这件事情，你就可以看到这些平台是完全听命于中宣部进行舆论控制的工具啊。所以其实在国内的运作模式相对简单，国内就不同，国外就不同。国外因为涉及到不同的信息，国外的运作模式其实更复杂，但是我跟大家讲两点。第一点，虽然那堵墙啊，在中国的边界啊修起来了一堵墙啊，我们叫数据铁幕啊，数据铁幕就是这个防火墙，那堵防火墙叫数据铁幕。铁幕以外跟铁幕以内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啊，这是一块。但是其实中共在海外也建立一个墙，这个墙是什么墙？新墙。这个新墙是谁构成的？这个新墙就是由海外的这些假的以民间身份出现的，但是实际上在中共那儿领钱的大 V 和五毛构成的一堵墙。这堵墙呢，让跑到海外的中国人仍然生活在墙里面。这些大 V 们，他们做的事情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这件事情让大家很意外啊，很多人很意外，为什么这些人从国内都出来了，辛辛苦苦都到了海外，他怎么还是小粉红呢？就拜这些大 V 所托。这些大 V 就经常是顺着你讲过来了，又回到了这个，回到什么地方？就回到总的来说问题不严重啊，总的来说可控。我刚才讲的那4句话，第一，问题不大；第二，情况不严重；第三，总的来说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第四，总的来说是可以控制的。就你看他们这些大 V 哈，把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他会中间掺和一下，掺沙子，降热度，或者有些是唱白脸，有些是唱红脸。我们两个吵一下架，然后呢，你说什么呢？我反过来就说你，变成什么呢？这句话就变得可行。有很多模式啊，有很多模式。但是真正的来说，海外建立的这个新墙，比那个物理的我们叫数据铁幕来的更厉害，更有杀伤力。所以海外这些冒充民间身份的中共大 V 才是真正的祸国殃民的主啊！这个要彻底的揭露他们才行啊！大家其实辨别他们不难，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用我提供的这几个工具，就是第一4句话啊，4句话。哪4句话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是贴到他们的言论后面去。
哎，一贴就能够贴得上，只要他说中共的时候，最后你往上一贴，哎，能贴进去，那就是这样，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啊。那他们的运作模式基本上是，先顺着大家讲啊，然后最后呢，转到自己中宣部的调子上面去，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啊，基本上都是这样子。所以我大体上，哎呀，今天一口气讲了40分钟，其实还是讲的很粗线条，没有讲的太没有讲的太细啊。我们以后可以分每个小展开了都可以，每一个小点其实展开了都是一做。但是我先把这个架构跟大家讲一下，大家脑子里有个概念啊，脑子有个概念，就是什么叫做舆论控制术？他们是怎么控制舆论的？他为什么要控制？为什么控制舆论对他来说这么重要？因为真相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东西，没有人能够和真相抵抗啊！真相会改变人的看法。谁最害怕真相？谁最害怕真相？谁就会控制舆论。控制舆论的人都是害怕真相的人，就是这么简单，好吧？今天我就把这个我其实很早就想讲，但是就这么讲一下吧。大家反正我希望大家因为你要我们都生活在自媒体上面啊，我们通过自媒体获得信息。那么这些所谓的大 V， 所谓的中共以民间身份的这个中共大 V， 就卡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媒体上面，以大 V 的身份，所以大家一定要推荐我，让我变成大 V， 我也能帮大家讲话。卡在那里，然后他们就循循善诱，把大家仍然圈在国内的那堵墙里面，这是一件非常恶劣的事情，非常恶劣的事情，也是令我非常愤怒的事情啊！所以这个问题，大家辛辛苦苦搭个梯子爬到墙外面来，结果一下来一看，周围还是墙，你们还生活在墙里面，这太疯狂了，我觉得这件事情，所以我必须讲啊，然后以后我也会不断的讲，好吧？好，那就我的部分我就讲完了，今天我就抢了大家的时间，我来多讲一下，然后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阶段。进入互动阶段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啊，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提一句，我们有300多期节目，300多期节目有不同的主题你往回翻一翻，肯定会有你喜欢的内容好吧？然后我就鸣谢一下，我这里还是要讲，今天有很多很多网友用 Paper 来给我发打赏我提醒大家不管是 Paper 也好，还是我们现场打赏也好，心意就好，不要太多太多我是承受不起，表达心意就行，好吗？就算表达不了心意也没关系来就好，反正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反正给多了呢，我心里有些不安，所以少给一点会比较，我就坦然接受大家就这样会比较好，好吗？这是一个我明谢一下，AY 问题不大，今天学到很多醍醐灌顶，敬佩之情如滔滔江水我们以后可以多做这种叫新闻茶座我很愿意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体验和认识阿伟刘谢谢金城谢谢，说的太好了，谢谢王先生好的，闪电小王子OK。Jack G， 谢谢王老师总结的好，只是小妈大帮忙，不是糊涂就是外宣五毛。反正我是觉得，
等一下，我明谢完了我再来说啊。好，我明谢完了。那是这样，怎么样去辨别他们其实不是最重要啊。那我还是那句话，辨别这些是不是五毛啊，它是不是这个大外宣呐、或者是不是假民间真官宣呐、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就是两样东西。第一，常识啊，第一要有常识。请大家不要企图通过王老师能够获得通向真理的道路，没有的，王老师不提供这样的工具啊。这是第一个，大家一定要自己去掌握常识。怎么掌握常识？没有别的办法，多读点书吧。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反正告诉你，大家记住，非常容易读的东西，通常都不是真理。让你读得很顺溜、很顺畅，一看就看进去了，读得很爽的东西，通常都不是真理，也不是常识。就像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逻辑思维啊！我这里不好意思啊，罗振宇，罗振宇的逻辑思维就是那种一看看得很爽的，你看一年下来，你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啥都没有，基本上。为什么？那不是常识，那不是常识。常识是你辨别是非的一个标杆标尺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独立思考。你手上有这两样东西，任何人都骗不了你。要掌握自己的认知，不被人误导，不被人欺骗。你手上必须有这两样武器，你才能够抵抗。这个世界是充满了欺骗的世界。我经常跟我太太讲，不要上推特，不要去推特。我说你应付不过来的，不是每个人都应付得过来啊。但是如果你坚持要上，你一定要想办法把自己武装起来，好吗？哎，我讲到哪儿了？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环节啊。进入互动环节，我就今天互动环节不太多，一观点，王老师这一期精彩绝伦，太妙了，揭了中共的老底，大呼过瘾。二，知乎到底是什么背景？我非常谨慎的提了一个关于言论自由的问题就被封了，还禁言7天。在中国哪有在中国哪有一个平台不被中宣部控制的？知乎不是一样吗？请大家不要过于天真，好吗？二，观点，舆论控制加洗脑教育已经毁坏了人的基因，国人已经丧失了对自由的认知啊。四，观点，王老师看到今天这个节目，你把一个问题分析到这一步，这就是你厉害的之处，好吧？观点，我还有一个观察，他们发表重要事件都是凌晨或者周末发。会的啊，你要看什么事情，你要看他希望热起来，还是希望不那么热，或者是他会选择一些等大家报纸截稿之后他再发新闻，然后就大家做不大啊，很多招数很多的，我们以后可以慢慢聊啊。观点，监察委和中纪委是两个招牌一套班子啊，是的。信息，现在有声音说病毒是因为P4实验室的人运送病毒，结果正压面罩过滤器失效，感染病毒，成为0号传播者啊。OK， 观点，互联网墙打开，中共的舆论控制与谎言就会崩溃，就会瓦解，也不一定的。你打开这个墙还能撑很久的，为什么？你别忘了，除了那道物理的墙以外，还有一个心墙。心墙就是你看海外这些大 V 们建立的一道心墙，这个心墙很厉害的，虽然没有物理的墙，这个心墙也能够发挥作用。就算是把互联网那个墙，防火墙给撤掉，中共还可以组织一心墙，这个心墙
他只要有足够的钱，养足够的人，养足够的大 V， 培养足够的大 V， 像陈秋实这样的，陈秋实这一个在陈秋实上扔的钱不少，非常多的钱，很多的资源，那都可以换算成钱的。你要做一个这样的推广，得投多少钱？陈秋实以现在陈秋实的知名度，怎么着也得小1个亿吧？小1个亿吧。提问：特斯拉的卫星能实现全球网络自由吗？不能。大家不要忘记，所有的自由必须争取来的。就算是特斯拉的卫星实现了这个，就是灭掉了这个物理的防火墙，还有那个心墙在，那个心墙还是能够控制人的，没那么容易的。观点，王先生说的非常正确。CCP 就是总结了历代各朝代和近代其他政权灭亡倒台的经验教训的超级邪恶的集合体。6. 情况：武汉朋友反映，社区街道接到的指示，紧急优先安排年轻的、对社会有贡献的、对老弱病残拿低保的穷人、病重也可能没床位，医生也有评分机制。这次贫困的低端人口看来是首先要遭殃了。他们有这么先进？我怀疑他们能做到这么先进吗？7. 观点，为什么洗脑可以这么成功？核心在于民众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没有常识思维，很多宣传机器的观点随便想想都有问题，所以这个现象改变不了，主要民众无法教育教育已经变成洗脑的一部分了观点，人人都会被洗脑，关键在于是否有选择被谁洗的自由。我说的对吗？如果你有选择被谁洗的自由，那你就不会就不会被洗脑了。被洗脑肯定是没有自由才会被洗脑，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怎么会被洗脑？对吗？观点，多多传播真相才是破坏中国的舆论控制最好的方法。王先生讲的太好了，又长知识了。8. 观点，可以这么说，在中国谁说实话谁倒霉，发现问题不解决问题，是解决发现问题的人，就是这样子观点，这次机器能找李文亮医生8君子，就是通过微信后台，腾讯马化腾就是出卖李文亮医生的帮凶，海外华人应该弃用微信和 QQ 微信和 QQ 其实是个很危险的工具它会泄露很多的资料。观点，我认同王老师的观点，方舱医院可能是目前控制肺炎最好的方法，但是中国的方舱医院是不合格的，医疗设备、资源、医护、药品及一般设施全部都不合格。这样的方舱医院，我认为同其他网友说的就是个集中营观点，关于方舱医院不是至善之策，但是可取之策，现实之策。观点，对，王老师说陈秋实的情况跟我想的也是一样，风向就是正能量这根本就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公民记者，很多的视频就很正常，想进关键的地方都被阻止，但陈就不会，我就开始怀疑他了。观点，李文亮医生一去世，陈秋实就消失了，明显在转移公众的注意力观点，这期超佩服，分析的太好了，全明白了。OK。观点，人的意识、情绪、选择都是被操弄的，除了少之又少的意志力强大和精神力强大的人，拥有普世价值的逻辑思考能力能抗衡这是很困难的事情。观点，新型肺炎早晚会过去，就像非典一样，可就是怕健忘症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分享一个北京老师的感言，希望大家一起思考怎么才能记住这次受难。我担心的是我们会很快忘记这件事情，忘记地方官僚的无能，忘记某些昏人的混账，忘记数百人的死亡，忘记几十万医护工作者冒死的救助，
忘记几百万公职人员一线奋战如履薄冰，忘记几亿人的恐慌与无助。写得很好。提问：教育工作者能做点什么改变中国？哪怕只改变一些人，有什么好建议？做一个正常的人，做一个什么样的正常的人？我还是那句话，不撒谎，不盲从，独立思考，你就知道该怎么做，好吗？观点：墙外还是有一种制造噪音的自媒体，夸张的骂中共，让翻过来的人对墙外的信息失去信任。墙内是控制，墙外主要是渗透。是的，就是各种，就是他们养了一票这样的人，各种表演，目的就是一个让你觉得还是墙内好啊，还是墙内好。就是我还是那句话，我们是好的，他们不好。你把这个东西贴上去就对了啊，贴上去就对了。快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10日起暂停两岸海运、客运直航完全中断。OK。观点：王老师的舆论控制术总结的太好了，国内很多私企也这么用，悲哀啊。提问：每次灾难后有个通病，就是整个社会去选择忘记，再也无人提及，下次再重复人间悲剧。请问这种健忘症的原因是什么？主要是政府的宣传和诱导吗？还是我们每个人不长记性的问题？还有其他？当然不是，当然不是我们忘记，也不是每个人忘记，是舆论控制啊，舆论控制。因为为什么？因为是这样的，在西方啊，西方一个正常的国家，你出现一次灾难，好救灾啊，救灾的时候，就会有媒体在质疑，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啊？问题，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媒体一定有记忆，为什么？他们专门在干这种事情，他怎么会忘记？然后就不断的在发现问题。然后等这个灾过去以后，好，秋后算账，找这些官员算账来了，1、2、3、4、5、6、7、8、9、10，然后就出现各种各样的秋后算账、清算，最后堵漏洞，通过法律调整人事等等等等，最后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一个国家的纠错功能，就是我一个国家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毛病啊，它引发了一场灾难。好，我就最后媒体最后把它挖深挖透，把里面所有的东西全部挖出来给大家看。你看是一个这样的问题。好，秋后算账是什么？秋后算账就是把责任人处理，该抓该关，该赔钱赔钱，该撤职，然后就调整体制，把这个洞漏上。这就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的我们叫纠错功能。纠错功能不断的，这个社会不断的在纠错，这个社会在不断的往前进步。同样的错误不犯两次，子曰：然有不在错。然有不在错，然有这个人好啊，好，为什么好？同样的错不犯两次，就是同样的地方你不跌倒两次。但是中国没有，中国为什么没有？它没有这样的功能，媒体没有这样的功能，它避免做这样的功能。然后中国不断，你看 SARS 到现在10几年，中国也没进步，完全没进步。为什么？不秋后算账啊，不亡羊补牢啊。你看每次我们以前经常发生水灾，每次水灾解放军背着沙包出去了啊，几百个人上千个人背沙包，我就经常我想，中国老闹水灾，你为什么不搞个机器，哗往前送沙包不挺好吗？中国又不是没有人，又不是没有技术，为什么没有这样？哎，他就是没有，就这个道理啊。不是大家记性不好，是这个社会，中国这个社会缺乏这个功能。为什么缺乏这个功能？因为有中宣部啊，中宣部就是要切掉这个功能，阉割掉媒体，把媒体变成什么？
宣传机器。宣传机器怎么有这样的功能？没有这样的功能啊。观点：在中共强大的舆论工具出现之前，各省或各地或各省人都有地方特色。经过中共舆论引导之后，中华大地再造出一个新的民族，叫中共民族。哎呀，你这个名字起得好。观点：我身在新西兰，目前还未确诊病例。看了这么多海外自媒体，只有你的发言摆事实讲道理，有担当，能获益。我已经把节目推荐给许多朋友听了，谢谢王老师，让我在遥远的南半球不再孤单。谢谢你，谢谢你的肯定啊。观点：大学毕业后到了墙外，学习了社会学，颠覆了大学前的价值观。社会学的书很难懂，但都是人类进步的真理。可是国内社会学并没有普及到普通大学。OK， 好，我们时间到了。我讲最后一个，完全赞同王先生的观点，而且曾把胡子全部剃掉，给人感觉一派正人君子的外形。陈秋实在武汉的时间这么长，如果他在新疆能待超过1个小时，我立马投降。他要去新疆也是派去的吧，他也能待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给我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帮忙推荐给你的亲友，谢谢大家。